大家好，我是 Nancy。过去几年已经协助超过200个家庭的地产经纪人。今天这期影片，我想分享一下很多新移民和不在美国的投资者关心的问题，那就是如果没有绿卡，也没有工作签证，甚至没有在美国的工作的情况下，还能不能在加州买房？很多人一听到没有收入、没有报税，就会下意识觉得自己一定买不了房，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。随着美国房贷市场的不断变化，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针对非传统收入人群的贷款产品，例如留学生、自雇人士、新移民、外籍投资者或者高净值家庭。只要资产充足、资金来源清楚、操作路径合规，依然有机会在湾区完成购房，并且购买流程和本地居民一样简单。从法律层面来说，美国并没有规定只有公民或绿卡持有人才能买房。也就是说，是否拥有绿卡或工作签证，并不会直接决定你能不能买房。对于外国身份或者没有本地收入的买家，您需要提前了解的是：一、是否有合适的贷款项目；二、首付或者全款资金是否已经到美国的银行。如果你是现金买家，整个流程会相对简单得多。现金买房不需要贷款审批，也不要求你有美国报税记录，只要您的资金来源合法，并通过产权公司的反洗钱审查，就可以直接完成交易。在湾区市场中，现金买家往往还具有成交速度快、竞争力强、卖家偏好的优势。这也是为什么不少海外买家会选择先以现金入场。真正让很多人卡关的是贷款买房的部分。传统的美国房贷体系非常依赖标准化的收入文件，例如 W2、工资单和报税记录，用来评估借款人的还款能力。但现实中，有很多人并不是没有钱，而是收入形式不符合传统标准，比如收入来自海外、来自投资、来自公司分红，或者账面收入经过税务规划后偏低。为了满足这些人群的需求，银行和贷款机构逐渐发展出以资产为核心的贷款产品，也就是所谓的无收入贷款或资产型贷款。通常这些贷款首付要求比例更高，利率也会比本地人传统贷款项目更高。所谓的无收入贷款，并不是完全不审核，而是弱化对工资和报税的要求，转而重点审核借款人拥有的资产情况。这类贷款通常会查看银行存款、投资账户、证券资产或其他可验证的资金来源，用资产实力来判断还款能力。这种模式在海外买家、新移民、自雇人士和高净值家庭中非常常见。对于非美国居民来说，如果你没有在美国工作或纳税，部分贷款机构仍然可以提供外籍人士贷款。这类贷款允许使用海外银行资产、海外收入证明或企业对账单作为审核依据，通常要求较高的首付比例，利率也会高于本地常规贷款。但在湾区、洛杉矶和纽约等外国投资者活跃的市场中非常常见。对于在美国合法居留但没有固定收入的人群，比如国际留学生、刚登陆美国的新移民、长期探亲者或主要依靠家庭支持生活的人来说，如果能够提供足够的资产证明，也有机会通过资产型贷款或部分银行的特殊项目完成购房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类贷款可选择的银行较少，审核周期更长，也更强调前期规划。有部分学生身份买家在 OPT 期间，如果已经有稳定收入，则可能符合小部分银行的本地查收入贷款。对于自雇人士或自由职业者来说，收入波动大或账面收入偏低，并不一定意味着无法贷款。银行在这种情况下，往往会更关注账户余额、资产规模以及资金稳定性。一些资产型贷款甚至会参考过去6到12个月的平均账户余额来评估借款人的真实财务能力。还有一类常见情况是通过有限责任公司或公司名义购房，尤其是在投资房市场中。这时，银行不会用个人收入作为主要判断标准，而是关注公司资产、房产的预期租金收入以及现金流表现。很多投资者会使用基于租金覆盖率的贷款方式，通过房产本身的租金收入来证明还款能力。虽然这些无收入或资产型贷款为很多人打开了购房通道，但也必须清楚其中的风险。这类贷款通常利率更高，首付比例更大，对资金流动性要求更高。同时，银行虽然不查工资收入，但对资金来源、账户历史和合规性审核非常严格。如果出现资金来源不清、临时大额注资或虚假材料的情况，不仅可能导致贷款被拒，严重时还可能引发账户冻结或调查。在交易层面，外国人买房和本地买房的流程几乎没有区别，从出价、
验房到过户都是一样的。真正的差异更多体现在税务规划和未来出售阶段，例如可能涉及的 FIRPTA 预扣税以及不同的报税身份要求。这些问题通常不会影响你买房，但一定要提前规划。整体来看，没有在美国的收入和报税，并不等于你无法在湾区买房。关键在于你属于哪一类身份，你是现金买家还是贷款买家，以及你的资产结构是否清楚、合规，可被银行接受。具体适合哪一类贷款项目，需要根据个人情况量身定制路径。我们的团队有合作多年的做这类贷款的贷款经纪人。如果您也是类似的情况，正在湾区考虑买房，但对自己的贷款方式感到不确定，欢迎联系我，我们可以一起把最合适、最稳妥的购房方案规划清楚。我是 Nancy，我们下期见。